欢迎来到 K 哥研究室，我是 K 哥。人类究竟来自于哪里？世界的真相究竟是进化论还是神创论？我们真的是神造的吗？传说《山海经》中有一棵神树，是来往三界的桥梁，通过它能够让人界通往神界。巧合的是，在西方也有类似通天神树的神话传说，而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无数证据可以证明上古神话里的一切似乎真实发生过。难道远古时代的天神真的通过它来到过人界，而古人也真的可以通过它沟通天神吗？山海经中的通天神树，美国的魔鬼塔，消失的远古巨兽，三星堆中的青铜神树，它们之间好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一切的秘密似乎都指向了这座挖了80年后突然被禁止挖掘的上古遗迹。时间来到1929年的春天，广汉市的2个农民工意外打破了四川广汉南兴镇三星堆的宁静。家住月亮湾的农民燕道成父子正在家门口挖蓄水沟，突然儿子燕青宝的锄头就碰到了一块大石头，发出了砰的一声，扒开泥土就看见一块白色的大石环躺在淤泥中，石环下面是一块翠绿的玉器。这泼天的富贵让燕道成父子高兴坏了。他们继续往下挖，就陆陆续续的又挖出了400件玉器，然后他们将这些宝贝悉数收藏在家里，逢人就会炫耀一番，嘿，你想不想看看我的大宝贝？消息就这样越传越广，很多人都知道他家里有好东西，一些古董商闻讯而来，从他手里买入了大量的玉器，一时间广汉玉器名声大噪。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些玉器到底意味着什么。直到1931年，作为传教士来到四川的美国考古学家葛维汉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月亮湾挖出的玉器时，他感觉这里应该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于是3年后，葛维汉和华西博物馆的馆长林明君组建考古队时，对月亮湾燕道成家的院子首次进行了发掘，并挖出了玉器、陶器等文物，共计600余件。正当考古队准备进一步展开考古工作时，抗战爆发了，许多包括葛维汉在内的外籍教授纷纷回国，广汉镇再次恢复了平静。但葛维汉不知道的是，就在燕道成家600米外的三星堆下，是一个深藏了数千年的古代文明。挖开它，也许不仅仅是找到一段失落的古文明那么简单，只是这一切他都看不到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三星堆成为了砖厂的便利之地，大量挖出的陶片被随意丢弃在一旁。短短几年里三星堆变成了2星堆，最终又变成了1星堆。时任四川省考古工作队的副队长赵殿增意识到三星堆的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但砖厂并不同意停工，于是考古人员和砖厂工人就这么展开了挖掘拉力赛。只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三星堆的墓坑最终居然被砖厂的工人2锄头给挖了出来，沉寂了数千年的三星堆文明也就此拉开了神秘而璀璨的一角。1986年，三星堆中陆陆续续发掘出了许多长相奇怪的青铜碎片，这些碎片并不像普通的青铜器皿，这让当时的专家们一头雾水，因为史料上完全缺乏相关的文物记载。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修复专家们花了10多年，不停地对比拼接，最终一棵高达3.96米的青铜巨树呈现在了人们眼前。所有看到的专家全都傻眼了。这是棵什么树呢？基座如3座山脉相连而成，树干是3层树枝结构，每一层都有3根树枝，每根树枝上有2个硕大的果实，一个向上，一个向下，每个向上的果实上都站立着一只青铜神鸟，总共是9只神鸟。专家估计顶部缺失的树间应该还有1只神鸟，他们蓄势待飞、通天晓地的神圣感顿然产生了，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不是一棵普通的青铜神树。而在后续三星堆挖掘的过程中像这样的青铜神树总共有8棵。那么几千年前的古人耗费巨大的成本制作这么精美的青铜神树，难道只是一种摆设吗？一些专家立马联想到了《山海经》记录的神树扶桑，其中描述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遇居水中，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
大致意思是说，在遥远的海外有一棵上接天空的扶桑神树，神树上住着10只乌鸟，每天有一只负责背着太阳出门，剩下的则在下面的树枝上休息。在古代，人们相信太阳内存在着一种神奇的鸟，称之为三足鸟。由于古人认为太阳本身是静止不动的，太阳从早到晚的东升西落，其实是因为有一只鸟在驮着太阳，或者一直围着太阳飞行。这些帮助太阳运行的鸟便是三足鸟，所以神树上的9只鸟就象征着太阳。而根据古代的传说，天上原本有10个太阳，这10个太阳按照规定的时间顺序出现，这样一来，人间的温度才恰到好处，万物才能生机勃勃。然而有一天，10个太阳同时出现，大地无法承受如此高温，土地被炙烤的焦黑，河流也干涸了。就在人们以为世界即将毁灭时，羿站了出来，用神弓嗖嗖嗖射下了9个太阳，只留下了1个，由此诞生了羿射9日的传说。而翻开《山海经》，你会发现，在上古时代，天地之间有3棵巨大的神树，分别是扶桑、建木和若木。这3棵神树就是人界和神界之间的连接通道。但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通天神树只是一个神话故事，而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就彻底打破了这个认知。因为根据检测，三星堆处于距今4500年至36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当时古人的物质文化生活肯定比不上今天。那在连吃饭都成问题的远古时代，为什么他们还要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建造这些仅仅用于祭祀的物品呢？要是祭祀祖先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老想着要通天呢？难道古人真能上天？好像还真能。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就写着，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史称王。说是古蜀国第一个称王的是一个叫蚕丛的人，他的眼睛特别突出。《蜀王本纪》中记载，蚕丛和他的儿子百贯、孙子于福3代，那都是数百岁，且都拥有神一样的不死之身。其名一颇随王去，于福田于尖山得仙。今庙祀之于间，实属名稀少。说是在巴蜀还没有多少人类的时候，来了一个神秘种族，他们的眼睛特别突出，寿命几百岁。最后他们的子孙在巴蜀的尖山得道成仙，升到天界去了。于是后人就在尖山这个地方建造了寺庙，祭拜他们。且不说像蚕丛这批来历神秘的古蜀国人，他们到底是不是人类？光是他们升天的方式就令人诧异。他们是如何升到天界去的呢？也许问题的答案就在这些用于祭祀的青铜神树中。其实关于通天神树的记载不止华夏文明有，在世界各地的古老文明中也都有神树崇拜。比如古印度创世神话中说，在创世之初，世界是一片水，大地像一颗蛋一样飘在水上，而在大地的中央生长着一棵巨大的宇宙树，长着3颗树枝，上面栖息着4个太阳，有3个太阳位于树枝顶端，另外1个太阳在树干的顶端。你看，这和《山海经》中关于神树的记载是不是非常像？可为什么全世界不同地域的古老文明都有非常相似的神树崇拜信仰呢？因为这些文明都有相同的史前记忆，就像史前大洪水一样，即便过去数千年乃至上万年，人类的记忆深处都有着相同的远古印记。那为什么这些神树如今又看不到了呢？《山海经》中说，自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人和神的世界本可以互相连通，连接的桥梁就是3棵通天神树。当时人和神并不在一起居住，而是由神委托人间的巫和西来管理并保护人间。只是有一天九黎部落的很多天神突然通过建木直接来到了人间，他们用仙术疯狂敛财，为了满足欲望不择手段。在这些所谓的天神眼中，人类不过是一群弱小又单纯，可以不断利用的蝼蚁，而人间就被他们搞得民不聊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远古神话，却因为通天神树的存在，在当时成为了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比方说羿射9日，嫦娥奔月，而与黄帝大战的九黎部落的天神蚩尤，在《山海经》中甚至被描绘成了3头6臂的样子，被很多人认为是虚构的传说。
当时掌管人间的少昊一族并不是这些天神的对手，于是后来颛顼帝派遣了仲和离2位大神，分别支撑天和地，一个使劲往上顶，一个用力往下压，最终连接天地的通天神树就彻底断了，天神们也无法再来到人间，并建立了一套人神沟通的体系，只有帝王才能与天神沟通。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帝王都说君权神授，自称为天子。虽然这些在我们眼中都不过是神话传说，但是现代研究发现，《山海经》中记载的山川、地理、动物、植物的描述，很多都能与现代事物对得上。在之前的《山海经》系列视频中，我们就专门聊过，比如其中说一种会飞的老鼠称为飞鼠，那它对应的其实就是鼯鼠。还有一种鸟会说人话，那现在我们发现这个指的就是鹦鹉。后来更多的科学家发现山海经》中记录的都不是凭空捏造，而是言之有物。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放飞头脑，好好思考《山海经》中记录的事物是否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呢？可假如这些都是地球上很久以前发生过的事实，而通天神树也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地球上就应该会留下类似化石之类的遗迹，不是吗？那巧合的是，在美国东北部还真被人们发现了一块已经石化了的巨型树桩。《山海经》中的通天神树真的存在吗？位于美国西部的黑山是一座孤立的山脉，从美国南达科他州西部的北美大平原拔地而起，向西一直延伸到怀俄明州，山川四季被常青树覆盖，看起来黑油油的，所以叫黑山。山脉整体并不高，最高峰也不过只有海拔2200米左右。我们最熟悉的总统山拉什莫尔山就坐落在黑山山脉的南部。眼前这4个巨大的总统头像是1941年才被雕刻在山崖上的。而除了总统山，黑山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有一座看起来像大树桩的岩石，它有一个奇特的名字——魔鬼塔。魔鬼塔是当地印第安人的圣地，它是印第安神话里的造物主坦卡的慈悲创造，是神救助人类的象征。当地印第安人代代相传，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而在美国电影第3类接触中，导演更是将魔鬼塔放入了电影片段中，让魔鬼塔名声大噪，以至于很多地质专家后来来到这里探寻魔鬼塔的真正秘密。很多人认为魔鬼塔从远处看非常像一棵巨大的树桩，于是就怀疑这有没有可能就是上古时期用来连接天地的通天神树遗址呢？联想《山海经》中的神话记载，如果我们将书中的记录放眼世界，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或许当初仲和离2位大神将通天神树砍断，所以无数年后的魔鬼塔就只剩下了一个完全石化了的树桩。不过当地印第安人认为魔鬼塔是熊的居所，他们将魔鬼塔上的痕迹看作是熊的爪子在上面抓过的痕迹，所以才有了今天这种奇怪的纹理。但是后来地质学家们检测认为，魔鬼塔可能很久以前就是一座火山，大约在7000万年前，地心里的岩浆涌出了地表，又没有喷发出去，久而久之冷却了下来，就形成了一个火山塔。再经过千百万年的风吹日晒，才形成了现在这样奇怪的纹理。那么你觉得真相应该是什么呢？不过我个人认为魔鬼塔既然存在了约上亿年，那多种巧合堆积在一起的概率就太低了。但如果说将《山海经》的地图放眼至全世界，那么通天神树很有可能就是眼前这个巨大的树桩。这可不是我凭空说出来的，因为在远古时代，像这种巨型生物简直太常见了。比如恐龙，其中阿根廷龙就长达40米，体重达75吨，相当于12头非洲象。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巨型昆虫。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远古时代的动物要比现在大得多呢？教科书上说远古时代的生态能够提供比现在更丰富、更营养的食物。还有就是空气和水域里的含氧量也比今天高得多。含氧量高才能滋生出更茂密、更高大的植物，而更茂密、高大的植被起光合作用，又能产生更多的氧气和负离子，这样就能养育出更巨大的动物来。否则恐龙要是穿越到今天，很快就会被饿死，因为现在一棵树的树叶量还不够一只梁龙吃一天。但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些教科书上没说的，因为这还只是科学家提出的猜想，就是为什么海洋动物的体型要远远大于陆地动物呢？
比方说海洋动物中的蓝鲸，体重就达到170吨，那是因为有海水的浮力嘛，帮助蓝鲸克服了重力的影响。那么远古时期陆地上的巨型生物呢？所以科学家们相信，在远古时代一定有一种类似于海水浮力的力量，在帮助地球上的动植物，从而造就了当时巨树巨兽的大量出现，甚至可能还会出现巨人。我们都知道地球的万有引力，如果地球引力越强，那生物所遭受的自身重力就越大，显然是越不利于它们长高的。但可以确定的是，亿万年来地球的引力基本上是一定的。那为什么远古时代就有大量的巨树巨兽出现？这就说明一定有一股与地球引力相反的力量抵消了生物的重力。于是科学家们认为，这股力量有很大概率来源于月球。月球虽然是地球的卫星，围绕着地球转，但它本身也会对地球有引力的作用，比如潮汐效应。只不过月球现在距离地球有38万公里，我们对于来自月球的引力几乎感受不到。但如果有一天月球离我们突然很近很近时，近的我们一抬头就能看见一颗巨大的月球，那月球的引力将会对地球生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距离越近，月球对地球的引力越大，这就意味着地球对物体的重力影响就要减少，这才能解释远古时代为什么会有100多米高的参天大树，为什么会有几十米高的巨兽。就像宇航员穿着几十公斤重的宇航服，却能在月球上轻松蹦起跳跃，因为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1/6。同样，70多吨重的巨型恐龙也能在月球上飞快地奔跑。而如果在今天的地球上，它的骨骼关节能支撑起它几十吨重的身躯吗？显然不能。而所谓通天神树、天地分离的神话，或许正是因为月球的突然远去才有的天文景象。就如《淮南子》里说的：“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老尘埃归焉。”这次天地分离导致了地球磁场甚至地球自身轨道的变化，所以从地球上看起来，日月星辰都位移了。比如北极点从原来的某个位置就转移到了今天的位置。这也是为什么北极圈冰层下面会发现猛犸象的化石，发现青苔的原因。这也是南极洲大陆被认定有文明遗迹的原因。这次天地分离呢，再次引起了地球重力的变化，并造成了新一轮的地质活动，地震、火山、大洪水。那些高耸入云的树木会突然断裂，并一代一代变得矮小。那些几十米高、几十吨重的巨兽，在失去了月球引力之后，再也无法承受地球的重力而轰然倒塌。一同灭绝的应该还有远古的巨人。从那以后，地球上再也没有传说中的巨树、巨兽和巨人们。或许这才是《山海经》中通天神树消失、人神分离的真相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 K 哥，我们下期再见。